林婉儿提议去看一看四方宝藏，叶晨立刻动了心。虽然他没有察觉到这件事与四方宝藏有任何联系，但当日在北极圈的极光之下，天空中确实出现了佛教的万字符，而那些手印也确实是出自佛门不假。叶晨与佛门接触不多，除了在10万大山外的尼姑庵被假尼姑阻拦过一次，几乎鲜少接触佛门，所以四方宝藏就成了嫌疑最大的那个。而四方宝藏也确实是一件流传千年、集大成的法器，搞不好还真有可能跟自己的情况有什么联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事，叶晨没有告诉林婉儿。虽然他不能断定自己灵气被大量吸走是否与四方宝藏有关，但都可以确定一点，那东西肯定就在自己的识海里。如果他只是单纯会吸收灵气，像那枚戒指一样，自己也不会太过紧张，大不了上一次当，下次就别再上当了。可是这东西不一样，通过对方操控极光向自己传递信息，给自己挖下一个大坑的行为，能猜得出这东西一定是有意识的。如果是一个有意识的东西藏在自己识海里，那想想真是可怕至极。而且叶晨如果说出自己心中所想，也怕对方有所察觉，从而做出应对。其实他真正的想法是，如果那东西真是从四方宝藏来的，那自己就试着把它送回去。于是他1分钟也不想耽搁，对林婉儿说道：林小姐，你跟孙爷爷联系一下，如果他那边没问题，我们就直接过去。林婉儿点点头，立刻给孙之栋打去电话。叶晨也是这一刻才意识到，此刻已经后半夜了，现在打电话给孙之栋，肯定会影响对方休息，毕竟是长辈，他心里感觉有些冒犯。不过林婉儿可没这种感觉，这些老人都是他从小在身边抚养长大的，这些人叫了他一辈子小姐，一辈子都将自己视作他的下人。林婉儿虽没把他们真当下人，但需要他们的时候也绝不客气。很快电话那头便传来孙之栋恭敬的声音：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？林婉儿嗯了一声，道：叶公子想再见一件四方宝藏，越快越好，不知是否方便？孙之栋思忖片刻，道：方便。四方宝藏目前在文物相关的最高部门，他们请了一些风水大师，正在秘密研究，想看看能否让其继续发挥功效。这件事目前是绝密状态，不过对叶先生来说倒是谈不上保密，毕竟这东西就是他带回来并赠给国家的。说罢，孙之栋道：这样吧，小姐，您让叶先生先来燕京，什么时候到？到哪里告诉我一声，我安排人接他，直接带他过去。林婉儿便道：那好，我们这就安排飞机，尽量在3个小时内赶到。挂了电话，林婉儿问叶晨：公子，要不要奴家来安排飞机？不用。叶晨道：叶家有飞机在金陵待命。说着，他挣扎着起身，回到保险柜前，又取出一颗培元丹来，小心服下。按理说一颗不够补足灵气，但叶晨也不舍得再多投入了。他现在看见培元丹就肉疼得紧，一颗丹药服下，状态也算恢复不少。叶晨故意嘟囔道：这次真是被那手印害惨了，以后我绝对不再碰它了。林婉儿问：公子觉得问题是出在手印上？叶晨道：我不清楚，但手印一定是一个诱饵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明白是谁在操控这诱饵。除此之外，叶晨更希望能找个机会把体内那个能够狂吸自己灵气的瘟神送走。随后叶晨便打电话安排飞机，然后与林婉儿一起匆忙离开了半山别墅。好在这里有备用的车辆，叶晨便没有让洪武送机，自己与林婉儿一起驱车前往机场，而后便在夜色中起飞，直奔燕京飞去。1个半小时的飞行，飞机便在燕京机场降落。燕京今日天气少有的寒冷，自傍晚开始下雪，此时的雪已经越来越大，机场跑道两侧的积雪已经有将近10厘米的厚度。虽然天空中下着大雪，但孙之栋已经亲自在此等候，
两人刚下飞机，便见他迎上前来，开口道：“小姐，叶先生，文物部门我已经打过招呼，咱们现在就可以过去了。”叶晨尊敬地说道：“孙爷爷，麻烦您了。”孙之洞道：“叶先生太客气了，这都是分内之事。”对叶晨，孙之洞也是非常感激。就算叶晨不让林婉儿开口，直接找他帮忙，他也断然不会拒绝。紧接着，3辆车组成的车队便飞速向着燕京市郊区驶去。不过，让叶晨没想到的是，四方宝状并没有存放在文物部门，而是存放在京郊卫戍部队的驻地内。之所以要放在部队驻地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四方宝状过于珍贵，它某种程度上与秦始皇的传国玉玺是一个级别的东西，在历史、学术等多个领域都堪称是华夏民族的顶级文物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高度机密的原因，那便是相关部门抱着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的心态，想要印证一下四方宝状究竟能否为国运加持。当叶晨与林婉儿乘车穿过营区，来到核心大楼前的时候，孙之洞低声对两人说道：“四方宝状在地下掩体内存放，有命令要求四方宝状不得离开掩体半步，所以想看到它只能下去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一切听从您的安排。”由于孙之洞打过招呼，而且上面也知道四方宝状就是叶晨送回来的，所以他要来看四方宝状。现场看守的士兵也都没有过多检查，便放他们进了大楼内部。这时，一位军方代表过来，向孙之洞敬了个礼，尊敬地说道：“孙老，上面指定由我全程陪同您和2位客人。”孙之洞点点头，问他：“下面有人吗？”“有。”那代表说道：“我们有士兵在下面24小时轮番守卫，平时有一些文物专家和玄学大师来做研究，不过这个时间都已经离开了，等早上7点钟才会再过来。”说着，那人为他们打开了唯一出入地下掩体的电梯，邀请他们进入。叶晨进了电梯之后发现，电梯除了1层之外，还有 B3、B2、B1 这3个按钮，想来地下掩体应该有3层。那位代表在电梯上按了 B3， 电梯便快速平稳地向下行驶，直至在底部停稳。从电梯出来，那位军方代表便带着3人来到一个完全密封、仅有一扇保险库大门的房间。整个房间全部由坚硬的钢制外壳包裹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里面连通风管道都没有，只是在保险库大门上有一进一出2个风口，风口是特意在厚重的金属大门上开出的一堆不足1厘米粗的小孔，这种孔距能钻进去的也只有蚊子。门外有数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，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里面有人的时候，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紧四方宝状，而没人的时候，对大门严防死守，确保不放进去任何没有获批的人。而且这些守卫自己是没有钥匙和密码的，钥匙和密码由代表负责保管，如果他来开门进去，这些士兵就必须跟随他进去，对四方宝状进行严密保护。在大门还未打开的时候，叶晨便密切关注着自己的识海。先前大量灵气在识海凭空消失，令他怀疑吸走自己灵气的东西大概率就藏在自己的识海之中，只是自己察觉不到。他觉得如果识海中存在的东西真与四方宝状有关系，那等自己重新回到四方宝状身边时，那东西一定会与四方宝状产生些许联系。随着验证通过的声音响起，厚重的金属大门缓缓向外推开。此时此刻，那四方宝状便静静地摆放在保险库正中央一个高约1.2米的基台之上。当叶晨迈步走向四方宝状时，他感觉自己的识海深处忽然掀起一股隐隐的翻动，仿佛平静水面下有一条大鱼在小心游弋转身。这一刻，叶晨心中笃定，自己的识海之中确实有着不知名的事物存在，而且它与四方宝状一定有关。